好，这里是在这个世界瞎逛第3期，我们说平壤。接着上期的这个朝鲜的经济特区罗金说，那是边远帝国的边缘。我们现在来说它的首都。大家好，我是不会说假话的齐轩。还是从上次开头我们提到的我在罗京的照相馆看到的那张图片说起啊，那图片是平壤的仓田大街的景观。然后我手里有这样一本书，我看啊。2012年的金正恩元帅啊，这当然是我在平壤买的这个中文版。你在这儿当然看不到，里面有专门提到仓田大街的一段，我念一下啊。平壤市中心仓田大街位于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铜像耸立的万寿台冈下面，山冈的冈啊，这里新建了现代化高层、超高层住宅，完美的实现了建筑的造型化、艺术化的人民剧院，把地上和地下立体的相结合的服务设施，轻快雅致的儿童百货商店、学校、托儿所、幼儿园。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胸怀把平壤市建设成更雄伟华丽的城市的远大设想，仅在2012年5月2次做了对仓田大街建筑工地的现场指导。他鸟瞰即将竣工的仓田大街，满意地说：“街景真好看，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提出了要把平壤市建设成更雄伟华丽的城市的任务。他对仓田大街新建的儿童百货商店、住宅、仓田小学、庆尚托儿所、庆尚幼儿园做了现场指导。他到在仓田大街新建的住宅知悉过去，在这个地方住的居民将在比以前大4到5倍的住房过幸福生活感到高兴。他到45层、20层、17层的许多住房，具体了解了住房大小、厨房里的洗碗台的用途、仓库的通风情况。他到儿童百货商店了解了儿童商品供给措施，并说修建现代化的百货商店要狠抓改善为儿童服务的工作。他以学生家长的心情查看新建的仓田小学、庆尚托儿所、庆尚幼儿园的教室和教育室，专业科目室做了细心的指导。这后面还有他的你看，这是他的指导的图。这么高，这个我觉得起码有一个前提，当时他去的那个时间，这个地方一定是通电的。后面配的图还真不少，你看啊。然后完了。好，所以我就上一期说这个事儿。而且我最近在看另外一本书那个是一个朝鲜的外交官，脱北驻英的外交官，可能有人知道他吧，是太永浩。3楼书记处的暗号，作者是太永浩啊，他是前北韩驻英公使太永浩的证词。他讲了金氏家族统治的内幕，其中有一段话是说，到了这个金正恩时期，就所有的资源都在往平壤，就是在金日成时期，你想象一个就是朝鲜是50、60年代吧，就是基本上估计识字率也很低嘛，这我老说了，然后大家都开始现代化，贫富差距也没那么大，然后到了金正日时期，逐渐的资源会往平壤集中，一直到这个金正恩时期，基本上好的就全都在这个平壤了。然后这种感觉是什么呢？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感觉就是有一个感受当然只是一个猜想，就觉得朝鲜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平壤和它周围的殖民地这么去理解，反正也是个方法吧。然后我现在看他那个书，我觉得是基本验证这个角度的然后刚才金正恩那本书是2012，他刚这个上台嘛，然后2012到我去的2017，
其实更往前，就是在金正日的后期，大概应该是他得病了，他也没招了。那个从差不多2009年之后吧，也是就是温家宝去了一趟，然后他在他死前半年就来过2次中国，算是我觉得算托孤吧。那一段时间是中国和朝鲜的边贸，或这种外贸关系啊，这种交流蹭蹭蹭的往上涨。怎么说呢？就到了12、13、14年，那个我看那个数据，我当时统计过，当时国家旅游局是有公布数据的，就是海外来华人数，它会按照来华的这种方式，你是坐船、坐飞机，你还有就是国别，还有年龄段，还有男女，特别全。我当时做了个分析，发在南方周末上面，很有意思，就是能够去分析一些东西。当时能看到，我记得应该是13年左右，应该数据应该是08年朝鲜来华人数的2倍。当然这个肯定是不包括偷渡的，因为它都是国家旅游局能登记上的啊。然后来的有旅游的，有劳务的啊，这咱就不好说了啊。然后我后来其实其他媒体我也做过一个什么呢？就是这我还挺蛮得意的，我统计过朝鲜在中国开饭馆的情况啊，开餐馆是2000年以后的，因为这些数据你在通过互联网是能有痕迹的，我能够去检索，我去查这个从它在时间上的这个分布，比如说哪年新开了几家，然后在它空间上的分布，比如说最早的肯定在北京吧，啊，那是一辆，然后还有无轨电车，山东啊，像长江这个嘛，是第一批吧。然后它怎么样去扩张的，怎么样到这个，甚至就是比如到西安，到省会城市，然后甚至再往下，一直到差不多16年，还是对，差不多吧。那时候有个新闻，就是宁波的，一些朝鲜的这个服务员，女服务员，她脱北了。然后那个新闻跟之前的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新闻它里面提到这个服务员是，几个人一起脱北，它是成建制的，几个人能串在一起的。因为我所知道就是朝鲜他们来华临时出差也好，或者说是到这儿来劳务也好，他一定是绑在一起的。他们要上街也得俩人一起出去啊。我还在那个珲春时候调研的时候，还听他们当地官员抱怨说，朝鲜人一来就来个这个5个人，就你来4个人，你一辆车啊，你就小轿车就把他们接了，他必须得来5个人，然后你就得2辆车，很讨厌啊。但说这些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饭馆的扩张的这个就是每年新开的这个数量，它也是有一个曲线，它跟我从国家旅游局拿到的那个来华人数的那个曲线是完全匹配的，完全能看到那段时间是一个上涨。那么逐渐也就是说到16、17年基本上是个尾声了，就那时候还是就看起来前几年都是劲头很猛啊，中朝之间的，所以我才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去平壤和这个后来有一天还去开城了吧，整个那条线路它是一个之前的去那边的旅行社基本没有过的。比如说我们会去一些这个中国人不会领去的地方啊，我们也会跟当地人有一些更开放的、更亲密的接触，包括可以上街闲逛，你拿手机乱拍，大概是这些东西啊，这个我一会儿可以讲到。那么，这就是那时候我对看到的一个平壤吧，那个平壤还是蛮漂亮的，因为它居然有电。就是它不是说，哎呀，就像我在罗金的时候，实际上是就固定的啊，每天就那半天，可能就是上午还是下午我忘了啊，就有3个小时电啊，它不是全天供电的啊。但是平壤那时候基本上一天都有电，当然我也能看到，就隐约你能看到那个楼房里面它会有这个就是家里面会有人放那个太阳能板这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就是说这个肯定是不太就灰色地带的，它偷偷的可以用一些电吧但那时候反正是朝鲜经济和算是往上走的吧它的电的能源也算往上走的。我觉得疫情之后这些都达不到
在那个太永浩的那本书里面，其实也说到，就是从金正日时期就开始了，就是一说，哎呀，你要到平壤，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居住到平壤，那绝对是朝鲜的上等人啊。你能够去感受到，或者那是柏油马路啊，还有地铁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这个70后，甚至可能85前的，都还能理解，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北京嘛那地儿，我就说有时候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是在这种制度下面，最值钱的地方，因为你3年灾害可能都饿不死人的地方，因为全国的资源都在往上供嘛。当然这个要说回来，就是全国的房价垮了，这个北京的房价肯定是相对来说最保值的嘛，因为就变平壤了嘛。然后这个说到刚才为什么我提到地铁，这个平壤的地铁，肯定你在网上也可能能看到视频，很深的，就应该全世界最深的吧啊。我小时候这个北京的地铁啊，因为你看我也算是曾经也算是上等人啊，我住在北京啊，然后我还有这个记忆，就是特别喜欢就出去玩是怎么着呢？是哎呀坐2号线，尤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记着什么，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在永安里啊，就是在建国门东一站啊，然后那一块的那个地铁它有自动扶梯，你踩在那个台阶上面，哎，这个人就可以自己的往上走，太好玩了。这个，而且是往上走啊，当然往下走也有啊，它速度又很慢，这个对我来说是特殊的体验，因为我应该是前庭和后脑协调的问题，就是你让我玩那种过山车也好，那种上下坡的，我会很害怕啊。但是玩这种自动扶梯，哎呀，小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啊，就是特别希望能够上去我再下去，再多玩2圈啊。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有没有这样说，这个能跟爹妈这个成功的说，哎，你们等我一下，我要再来2圈啊。但反正坐自动扶梯对我来说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然后后来去平壤，当然也做了嘛。那个扶梯确实很深，而且我当时我记着我是测了，就是我拿着手机，我统计，哎，上扶梯了，往下走，是我记得是多少钱，2分多钟还是3分10几秒，我忘了。我当时是做了一个统计的，就是你上了扶梯下到底那一段那个扶梯大概要多长时间啊？这个具体时间忘了，这10多年前的事了啊。那我们回过来说这些细节是说什么呢？就是在朝鲜平壤跟其他地方是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固化啊，一种等级的固化啊。那到底什么人会住在平壤呢？这个我们不用想，肯定是这个就是跟权力最亲近的，统治阶级也好，统治阶层也好，那后来就应该是金家的人马和为金家的这个人马服务的人啊，他们才能住到平壤吧？你看那个太永号书里面这种协调，就是对惩罚也是啊，你犯了错了那你最轻的就是你从平壤住到边上的乡下，但是你还是有这个平壤的城市证，你可以随时进来啊，就坐车就能进你还算是平壤户口，相当于就是这个昌平对吧？不行就门头沟对，或者我后来住通县啊这样的它跟内城的就是不一样，对吧？那什么人呢？就是也有意思，就是最早的也不能叫最早吧，就是比如说50、60年代这波呢，就是肯定是有原始股的，然后就是跟着金家一起闹革命的嘛，但是这批人呢，其实也不安全，因为如果这边活着呢，你就得最轻的也得杯酒释兵权你要知道早期这个金家也是跟这个苏联派斗，跟这个延安派斗这个他赢了啊。那再下来就是最安全的那些人，就是最有资格住在那儿的，其实是就是拿了原始股，但是呢这个命也没了，就是后代这些后代就对吧？就集中住在平壤，然后在哪儿培养呢？就是所谓的他们的红二代吧，万景台革命军事学院但是在太永号我看呢，就说这个军事学院到了金正日的后期，这个学院可能中后期吧，就是不太吃香了。就虽然也出一些大官，因为肯定是死党嘛，有原始股初创团队的，他们的后人就对吧？我们这个今天中国的领导人这个习近平也是这样的人物嘛。
那么还有另外一拨人呢，就是血统可能没有那么纯正，因为你初创团队就没多少人嘛，也没原始股，但是他们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出身贫下中农好啊，然后这个查三代，查这个韩战的时候也没有说朝鲜撤了，家里面这个也是关系清白，跟南韩也没啥关系啊，然后这些人呢优秀分子，然后他们的孩子呢这个学习好，学外语，上了这个平壤的这个革命外语学院啊，这样的对，都叫革命，后来革命这词儿去了说。然后这些人有什么用呢？就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行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去这个法语区啊、英语区啊，或者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啊，或者跟这些人打交道啊，去骗吃骗喝啊，说我们这儿发大水了，我们3年灾害，这个孩子没得吃了，你们能给点东西啊什么的，就干这种事儿啊。那这些人呢，就是还是有机会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类人，就是技术人才就是又红又专啊。对吧？这个应该叫什么？平壤科技大学，平壤科技大学，我印象应该是，一个韩国的那个金什么球吧，他赞助的啊，他跟延边的科技大学是他赞助俩嘛，这个支持的，建的，那应该是别的吧啊，这个反正我什么工业大学什么的就记不住啊，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样的人可以住到平壤，那其他人嘛？就是我刚才说的平壤之外的人，什么人能进来？就是一般这些，你又不是说是这个赶上学外语的啊，你已经阶级固化了，你也不是这种技术专门人才，你怎么进啊？我不知道。我们回头看这个开头说的罗金的那张照片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有另外一个，他起码暗示了一个新的一种潮流吧，就是你想在罗京那儿的人怎么有机会进平壤？你过去可能就是说，我成为劳动模范，我考试考到全市第1名，再往上考，一点点爬，对吧？这样的人可能有机会去平壤。那后来就是我不知道这种就是做生意，做生意做得好，在金正日后期开始的，终于民间可以做生意了。而这个做生意呢，就是你把脖子上套个链子，你后面你是。无非金正日时期很多后面是链子的拴着链子的那个主人是军队的，然后到金正恩时期把这个军队的可能洗一洗，这个拴到另外一个裤兜里面，他就直接管了，他削那些削兵权嘛，那弄到用党这个口袋来去装嘛，那在这种时候的话，这种说的那什么一点吧，就是在朝鲜的那叫什么贵郭文贵有没有可能进京住到平壤？这个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觉得那张图就暗示了那种可能。你们看，这是苍天大街，你在罗京混好了，我们是有机会去平壤去住到这样的地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壤也需要这样的人才。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对照着中国看，就最早你看就是70年代转型，越是那种在体制内的，他也没有机会去，不擅长去这个走入改革开放做生意，对吧？这些事儿哪擅长啊？最早都是边缘人在做呀，边缘人赶上第一波，然后这里面的稍微优秀点的能做上来啊。这就像什么呢？比如像这个什么潘石屹这样的，这个都是先在地方上做生意，先在海南，对吧？然后后来他还是有机会到北京去做开发的，因为这个北京也需要这样的人啊，对吧？也需要一个变化，需要商品化、市场化的这些东西啊，需要这个就像这个我刚才念的那段，需要更现代化的更先进的一种新的玩法，这也是金正恩也要在倡导的啊。那我在2017年去的时候呢，金正恩其实还在倡导。当时我去之前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金正恩突然说，有重大事情要宣布，邀请了这个全球的著名的媒体吧，西方的，尤其西方的，然后还有俄罗斯的，中国当然也会去了。然后那帮记者火急火燎过去看了一看啥呀？金正恩在那儿参加一个什么新建一个居民大楼然后他去参加典礼这个很多这个西方人看不懂，这个觉得没意思
这都是啥事儿？你不是骗人吗？这个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啊！但实际上，这个其实特别玩味，就是我的朋友吴强，他当时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他当然也是跟我吴强，然后白怡啊，就是 K 博白怡啊，就跟我们3个一起来做一个公众号嘛，创业市场。当时就讲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金正恩在要全力的让平壤成为就像收买人心一样的，就是他的支持者可以住在平壤，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他要操心的是这个事儿，然后这些人才会给他卖命，才能维持这个政权的稳定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思路啊。那么他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他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表态啊，他政策上的一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啊。而且有人也统计过，就是我记得我是当年在韩国，我去跟他们那个左派那时候什么党派的，反正那种智库啊，就也是就当时也采访也聊过天吧，就说统计说金正日时期和金正恩的这个同一年视察，因为他们都会用视察的方式去统治啊，差别很大，在于金正日时期的最早在金正日的早期和中期都是去军事机构多，后期开始慢慢的去一些民用机构。但你要看金正恩呢，就更对于这种民用的你看他去游乐场啊什么的游泳池，包括我说参天大街，他1年不还去2趟，对他来说就是个特别大的事儿。因为这些事儿，这是呈现了一种新的变化，一种不那么就是不像苏联，不像之前朝鲜能长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新的啊。我那个时期我还写，我就说我看到一个正在开放的朝鲜当然现在回过头看，就是还是就在当时成立啊，但是现在肯定不成立了嘛啊，因为现在你看最新的消息就是他也在搞这个什么外国的贸易一个展览会，结果没有一个外商能进啊，只有这个请了一堆驻这个平壤使馆的人去参观去，然后拍点照片啊，都是代理啊，都是朝鲜本地人在那儿这个做展销啊，虽然代理的都是进口的产品，都是外国的产品吧啊，其实也挺无聊的啊。还有一个当时有一个什么变化，17年就是我15年我去罗金的时候呢，我进去的就是在过海关的时候，过口岸的时候要查手机，相机不用带，你就不用说不能带，然后手机他会打开那个相册啊，他要看你这个照片里面有啥啊，但是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当时我是拿的那个锤子手机，我当时那个设置一个功能就隐藏相册啊，所以就藏了一点啊，他们这个不懂啊，他们看不出来啊。但是2017年我去平壤的时候，那就是照片随便拍，视频随便拍，跟当地人还可以娱乐啊。当时我觉得这个是变化是很大的，也是我没想到的。只可惜那时候我没有什么这种就是流量思维完全没有。那时候还在传统媒体工作呢，我要有的话肯定就很拍点好的，然后就哎呀这能挣多少流量是吧？我前2天把这个都拿出来，看到那些视频，哇也有4个G 呢，虽然拍的不咋地，都一些这种可能就是坐车上往外开的一些街景啊，也没有什么主题啊，就拍的很不专业吧啊。然后每个月拍的也不长，就我自己肯定还是心虚，我也不敢说拿出来就完全就狂拍那样的一个对着一个景，对着一个人或者一块我就能拍他个这个几分钟5、6分钟那样，我还不太敢这个但还是会看到一些，就重新看自己去拍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照片什么的，也蛮有趣，有些还留着。我觉得比较而且有意思是，我去一个中学嘛，就他们一个旅游项目，你要到中学看学生演出啊。然后我还就当时看的时候，大家坐那儿，我是站在最后的，我是跟导游站在一起，因为我内心是，我小时候就干过这种事情，在上面演出，然后外面人来参观来看，对吧？我不喜欢这种，我觉得我就站在那儿，然后也给他们演出完了，我给他们鞠个躬啊。但是我不想作为一个纯观赏的。观赏者的姿态去跟他们打交道嘛跟这些孩子，但是当然我也不能说太嚣张了，让导游看出来说这人就是有反骨，就是不认同这套，当然也不行。然后我还是把那个过道里面，就是他们那些
墙上挂那些宣传海报我都给拍下来了啊。那个回头我整理整理，可能也挺好玩的。但是那些内容我估计就是在我这个年龄的可能都蛮熟悉的，它应该都跟我小时候学校里面那套应该也差不太多。然后我还发现我还拍了一个什么呢？就我去上厕所，把它纸篓里边的那个纸啊，我还给拍了，但是上面没有看到什么污渍，但是看到就是他们学的方程啊，学的这个数学的做题啊。那个纸的质量呢，好像也不太好啊。但这个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素养的国际记者，这种对于情报的信息的饥渴啊，这种无处我都要这个要充满好奇。我觉得这个我还是要表扬我自己啊。然后我们来对，这要说到什么呢？就是这块我可能要插一下，就是再补充讲一讲啊，后面我会再讲这个，把那个我刚才说的一些图啊什么的，我尽量还有一些视频啊，我会晒一些。我想讲一个话题，也是要铺垫，就是说我们要理解17年在平壤你能看到什么。这里面是有一个变化的，就是朝鲜从90年代之后有一个变化。后来我在南方周末也发过一个头版吧，就是它的市场化。你可以说它不是改革开放，但你可以说它是市场化，就这是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就是简单粗暴来说，就是到了90年代，朝鲜的这种社会主义的配给制度就崩了，就是外交官也得，就是他们的外交部或者叫外务省的人也得出去想办法自己去捞钱去啊，甚至干这个还有人在东欧做走私，然后这个往西欧挣点钱，挣点这个去做走私倒烟，然后好多次被人家受不了了给逮了，但他其实是为了挣那点钱，然后往国内寄啊，就非常缺钱，也非常缺各种资源。那这种官僚系统，它配给制度整个垮掉了，工厂的零件都被偷出去倒卖，也没人干活了，都崩掉了。但它就是还能维持统治嘛。那这时候就得慢慢就得靠这个民间的东西了啊，就是民间就会有黑市啊，社会主义国家都有黑市，这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长辈肯定都经历过啊。然后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最早就是10年我在中朝边境采访的时候，你能听到的一些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朝鲜商人太操蛋了。说话一点都不算数啊！什么拿了你东西不给钱，甚至还有这个就是物资过去连车都扣了这种事儿啊，多了去了啊！后来逼到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朝鲜的这个做商人做交易的其实是官员过来给压着啊！这个你今天不把钱还回来，你就别想走啊！这个不把款付了，你就别想走，这样去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呢，慢慢的就痛快很多，就是交流了。后来我就理解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最早对于朝鲜来说，能够有资格，比如说做边贸，它是一种特权。我说的不是那种走私，不是边民交易那种啊，这个你图们江，还是这个鸭绿江上游吧，有能移不跨的地方，那就算了啊。就是这种稍微大规模一点的，要走铁路、走公路的，运输的，用朝鲜官员来做生意，最早是做不了的，因为他们那套制度，这属于什么？这属于他要把国有资产卖到外国去，然后从外国把钱弄回去或者换回东西去，赚了啊 ，OK， 你没事儿，赔了，那你做生意总会有赚有赔嘛，对吧？市场谁也没法预测嘛。你赔了，你是国有资产流失，这是要命的。这个在90年代也好，那是能枪毙的啊。所以人家才不会说按照你现代市场制度说契约，我跟你约定了，我们签合同了，没那个，我得先保我的官位我的性命，所以他是这样的啊。其实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就是其实，在80年代初，中国所谓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事情应该也发生过没有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然后在朝鲜，金正日时期曾经几次要打压、要开放，
他来回调，反复弄这些措施什么7·1措施吧什么的这些的。然后最狠的一次就是直接把钱就换币了，就是货币改革嘛，直接就之前的钱要作废，然后你限定你只能在某月某号之前，你的所有的过去的朝鲜钱攒多少没废了，你只能领以多少钱，你到政府来领这个新钱，就玩这么一手嘛。这个当然那事儿也就，然后主持这事儿的那人就被枪毙了嘛。那这件事儿之后，朝鲜也逐渐的开始什么呢？就是在他的金正日后期，商人郭文贵潘石屹可以出现了，甚至于他们的身份就很灰色了。我在丹东也会遇到这种就是有点背景的，可能也就是黄二代下海这种这边都是上哪儿去开个饭馆啊，怎么样倒点这个朝鲜的劳务其实就是奴隶嘛，对吧？过来然后挣这个钱。这是还有一些技术员也在这儿，听过那时候也听了一些八卦吧。那时候甚至就是到了一种开放，然后民间其实也是有些就是实际上是在交易的，就是哪怕像朝鲜、像平壤我就听那个在丹东就凭这边的那时候采访的时候，暗访这个就过来的这个人这个算应该是做软件类IT 类的在那儿说呢，说哎呀平壤的这个房价都3000了就是3000人民币那是哪年可能是11、12年吧。那好，但反正就是说它是什么呢？在金正恩时期，就是我看的平壤书，它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那种饮食之国也好，我们最幸福也好，不是那种平壤了，它是一个就是从社会主义就是双轨制的平壤，这么说可能它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是混搭的。那么我们其实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推导了，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朝鲜它最早它的原型它是苏联式的体制的，它也要发明新苏维埃人，然后搞这个近代化，从农村尤其朝鲜的穷地方当然肯定之前有这个日战时期开发的底子了。这个可以说个大背景，就是朝鲜半岛70%多都是山，然后这个地方能开发的平原就是大河冲积的平原，那一条就是汉江一条就是这个那叫什么大同江，这个平壤那个是大同江嘛，就是冲击出来的这个首尔就在另外一条汉江那儿吧，冲击出来的，就在这样的地方。然后那在这个朝鲜建国之后，尤其是韩战打完之后，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开始所谓近代化、城市化，但是大部分地区就那样了，就可能进入近代化到60、70年代就到头了就是这个后发无力这个近代化进程基本就被打断了，所有的近代化就逐渐的就只能体现在朝鲜这样的平壤这样的地方，然后才体现在像开城，就是这种跟当时韩国规划想一起搞的地方。罗京呢也会有一些开发，但是也很少就是我去金正日后面那几年才真正动点真格的，之前也嚷嚷的很厉害，但其实落地的项目也都很少。你想那桥，连中朝边贸那桥，如果都是还是1920几年、1930几年的桥，它能干嘛，对吧？还只能单向过一辆车呢然后呢，好，那这些事儿我们说到这儿，我们这个看到朝鲜，就是它会有一个回到就是朝鲜的这个想象，在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又是一个苏维埃化的新苏维埃人，然后到了金正日时期，逐渐把它变成了一种金家的神圣化，你可以理解为它就变成了一个教主然后又是圣裔就像这个萨义德一样所以他应该是萨义德金，然后一种苏维埃萨义德这样的一个圣人，
然后整个这个国家是一种宗教性的，那么它就会有仪式，然后也会有人的一种这种新式的朝鲜式的苏维埃人、金架苏维埃人的一种定义。我们这些就呈现在哪儿呢？在平壤，他能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人的一种模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状态，他们的甚至空间，这是最明显的，因为他们一定是要过一种集体生活，这种对吧？就是那种阿里郎嘛，然后要充满仪式感，要有神圣的。那这里面就是大家不能有太多自我的，你的自我就框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你就满足这个吃喝拉撒，满足你那点基本欲望、繁殖的欲望就好了。你但凡是有社会交往，走出甚至都不用走出家庭，家庭里面也得挂着像，对吧？领袖像也得按照领袖的规训来过大部分的生活，在那之上，那种自我你就必须得是服从于一个主体思想，这个主体思想只有一个脑袋，就是金正日的脑袋，然后后来要过渡给金正恩然后我就印象很深的就是你能看到他，如果你开放的说把这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形态，就是人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什么这种不能是人性呢？就人就不想有自我，不需要这个吃喝拉撒挺爽这个能交配挺爽然后又比过去的日子过得好，平均寿命你怎么着60多岁平均寿命也比这个4、5年之前的没有近代化的这种古代社会的要好，对吧？但你能看到它还是一种，就是我们在中国已经很难看到了一种仪式感很强的一种苏维埃人的那种新古典的现代主义的那种模块，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平壤的火车站门口，一到清晨，它会有这个集体舞非常激昂的，敲着鼓点的，是什么？是鼓励上班的人，这个你们一天，同志们，一天的新的建设开始了搞这个的，这个仪式感非常强。还有像我们那次赶上了，因为是赶上了太阳节吧，然后在主体思想塔下面非常空旷，然后会有集体舞，穿着还是朝鲜的标准的这种女士的，穿着这个那种朝鲜式的服装，对吧？然后在那跳舞，然后跳集体舞，然后那个你能俯视的话，你能看到它是一个大圆圈，几个大圆圈这你能更典型的，当然还可以呈现在这种就是景观。样板工程是一种有些都是很超现实的，比如说这些一个个体育馆，不同的这个体育馆，你一看那个外形，大概其实都能，它是归于这是社交馆，那是射击馆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它是有它的一套逻辑，一套建构它的新苏维埃人建构它的主体思想的一套逻辑，你不管你认不认同，它是有他们一套东西的但这个东西是否真的能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可以，因为集体舞这个东西它就是能让人的情绪起来嘛就它体验不会太差这个就跟你其实就是中国人也一样，你这个跳那个街头那叫什么舞广场舞不一个意思嘛，就大家一起来做同样的一个动作，而且都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的，都是脊椎跟这个地面依然是垂直的，这个重心也没什么变化，就基本上一般人没有经过训练，你的综合肌肉，是能够支撑你去做的也会获得愉悦因为你看过去什么跳国庄也好，这种社交性的民族舞什么的这些基本上也都是有类似的东西吧，就身体动起来，你的身体是属于这个集体的，属于这个神圣的社会主义方式的这个是在平壤能看到，而且你能看到是它很光鲜的，因为在那儿它就享受更多资源，它能享受的是这个制度里面好的东西，它不是那种脱北的，最早脱北的那一波的就饿得不行了，对吧？他们就这波人，全朝鲜这个供血输血给平壤，他们要显出这个地方的新鲜，这个光鲜亮丽来这是传统的地方。但是有我最开始一直在说的，就是它的变化造成了一种新的景观，这种景观不是那种完全是让你去观赏，去作为甚至一种就是让你去朝拜，说这是一个整个平壤是神圣的是圣裔居住的地方，不是那样它是有一种都市感的，有一种
相对更平等、更开放的，你可以跟他去交流对话的。你像我前面看到了这个舞蹈，你再看后面这样烧烤这个烧烤期间的这种，当然你听这个音乐，我不是搞音乐的，这个节奏我觉得还是很像的，但是它肯定还是有一些微妙的一些差别来的。这是一种更像没有神圣意义感的普通人的，更昨天学那个 sensor 就是更物欲的、更肉欲的，更直给的那样的一种情绪的一种交流，所以它也能更开放，它是更共通的，它是我们作为基因里面的智人的这种设计里面的，所以到那儿起来大家能一起来跳，一起来玩这是一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超市，这超市我还留了一些小票这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但是很多都是从中国来的了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夜景，对，平壤的夜景这是我当时没想到的，就是因为这首先是一个供电上面的挑战，对吧？然后你还能看到，然后这块还有这些店但是除了这些，其实还有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导游能感受到的，包括陪我们的他们的旅行社的，晚上一起去唱卡拉 OK。这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就是你享受了一下在80年代只有这个外国人能去的地方，在北京就是北京饭店也好或者说什么这个建国门那个什么Rogers 吧，那个俱乐部什么的国际俱乐部什么的这样的地方我们也去了那样的地方，我们唱卡拉 OK， 然后这个他们的导游还唱邓丽君然后我一看歌单上，哎呀 Radiohead 英国摇滚我很喜欢，唱几句自己唱的太差了，本来想唱 Creep， 这个太差了，然后就改唱什么呢？改唱崔健一无所有然后这个对边市场唱什么？唱我的中国心，而且要跟我们这边的合作方，跟他们的合作方要搞关系，为什么要挣钱？你看，这就是我说，就是要成为新朝鲜的郭文贵这样的人他要去挣钱的这个应该是潘石屹，他还没有介入政治介入那么深吧？但是他们已经有另外一些想法了，这个是在平壤体现。那在2017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但是这个视频对我还是遮住一些，这样我还是别把他们都放出来的好然后这个日子你今天回头看还是挺难忘的，当然也是明日黄花了，因为这个旅行项目后来举行了一段吧，就是可能就有好几年了，疫情前可能就停了，到现在还在停着，但这个社长有没有还活着，有没有被清算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张承泽的人吧我不知道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有机会你说会不会到朝鲜再去看看呢？等等看吧。我不知道朝鲜的将来会怎么样。就有时候我们最近你能看到川普也好，我觉得自由世界怎么那么不悲观，那么悲观是吧？右翼什么的。但是你算下来看这些，其实对于今天的这种复杂的现代社会来说，就是做这种靠暴力手段、靠吓唬人、靠恐惧、靠忽悠、靠这种神圣感、仪式感去塑造一个国家，这种其实也是难以为继的。就是活在那样的一个楚门世界里面，我们在伊朗能看到，我们在这个朝鲜也能看到。他今天到了金正恩是这个，那接下来我觉得后面怎么玩，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吗？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要往下看。好，就到这里吧，这是我的平壤观察。好，谢谢大家。